泽连斯基出卖国家土地，下令全国征兵动员，俄乌冲突真的是走到了最后一步，俄罗斯也被北约逼上了绝境。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周成 Talk。 据德国媒体报道称俄乌和平谈判将在这个月举行，但是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前的态度看这次和平谈判大概率也将是不欢而散，冲突还得接着打下去。俄罗斯方面很直接，声称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谈判的存在，而且也不认为目前具备和谈的条件。乌克兰这边呢，日前泽连斯基又放出了狠话，表示反对任何企图冻结冲突的和平谈判，还骂普京是强盗。泽连斯基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冻结冲突一词该怎么理解呢？在我看来泽连斯基想说的是俄乌和平谈判可以，但必须是以乌克兰起草的10点和平方案为基础来谈。俄罗斯得撤军，要归还克里米亚，还要对乌克兰进行战争赔偿，否则对乌克兰来说，一切的和谈都是想帮助俄罗斯冻结冲突，而不是要结束冲突。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应该就都理解了呢？是妥妥的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很显然，即使前线战场乌军是节节败退，劣势不断扩大，但泽连斯基还在嘴硬，不仅在和谈上是一步不退，甚至还在继续挑衅，骂普京是控制俄罗斯的强盗。但泽连斯基越是嘴硬，越是在公开场合表示强硬，就越表明泽连斯基已经慌了。泽连斯基是被北约给忽悠了，将乌克兰整个国家带上了一条死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泽连斯基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到目前的境地加入不了北约，乌克兰政府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泽连斯基现在只能是将希望都寄托在战场上，要用胜仗来向北约证明乌克兰的决心。可是他说的容易，现在乌克兰以一己之力怎么打得赢俄罗斯呢？对此，泽连斯基以乌克兰总统的身份正式下达了全员征兵动员令，要求所有年满18岁以上的乌克兰公民必须在10天之内到征兵办报到，凡是想逃避征兵的人都将被处以3到5年的刑期。之前网上老说什么乌克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现在这句话才得到了验证，乌克兰终于是走到了这一步。可颇具讽刺的是战争初期乌克兰的权贵和富裕阶层早就都跑到了国外，泽连斯基现在正在让乌克兰的平民百姓为了北约一个又一个的到战场上去送死，而且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赌一个微乎其微的胜利结果，以增加他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是为了拯救乌克兰，带领乌克兰加入北约，但代价却是让乌克兰人民去为了北约打仗送死，这也算拯救吗？更离谱的是据最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曝光称泽连斯基正在变卖乌克兰的土地，将大量的乌克兰战略资源都卖给了西方资本集团，来满足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需求。而这些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背后大多都有美国的背景。因此泽连斯基他真的是为了乌克兰而战吗？真的是为了所谓的自由和民主而战吗？我这里发出疑问，欢迎各位网友评论。我个人认为乌克兰政府战略决策错误，尤其是泽连斯基轻易的相信了北约，最终把无辜的乌克兰人民架在了火上烤。泽连斯基现在只能是一边出卖乌克兰的国土和资源，一边又用演技让乌克兰普通民众献出生命。可以说虽然这场冲突还没有结束，但乌克兰的国家命运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离跌入深渊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